26岁的苏小，在城东工业园附近支着一个不起眼的小餐车，专门卖给附近工厂工人吃的8元盒饭，分量足，味道好，却始终赚不到什么钱，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备菜，深夜才能收摊回家。揉着酸痛的肩膀，自语今天又卖了100多份，虽然累，但看着工人们吃得香，这大概就是我坚持下去的理由。餐车虽然简陋，苏小对食材的挑选和火候的把控却始终一丝不苟，这份近乎固执的认真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回报。一天中午，一位路过网红举着手机拍下了苏小那辆略显破旧的餐车，还有8元1份的盒饭，配上一句极尽嘲讽的文案发到了网上。这年头还有人吃这种廉价盒饭，也太可怜了吧。对着镜头阴阳怪气，家人们看看，这年头居然还有人靠卖这种8元盒饭糊口，这分量，这卖相，属实是让人一言难尽啊。这条视频配合着刻意选取的丑化角度和恶意剪辑，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迅速发酵，冲上了同城热搜。当天傍晚收摊时，苏小才从常客口中得知，自己竟在网上被如此恶意的嘲讽，评论区里充斥着各种难听的冷嘲热讽，这让他一时间心如刀绞。低给他手机，但有的小苏，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网上都传疯了，好多人在骂你的盒饭。看着评论握紧拳头，我只是想让工人兄弟们吃得饱，吃得好，这又有什么错？视频发酵之后，不少原本慕名而来的新顾客反而因为网上铺天盖地的嘲讽而望而却步，苏小的生意一落千丈，原本就微薄的收入愈发捉襟见肘。看着空荡荡的餐车前，苦笑，本来日子就不宽裕，这下倒好，连回本都难了。深夜收摊回到狭小的出租屋，苏小一个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望着那本记录着母亲生前留下的家常菜谱，心中五味杂陈。苏小的厨艺正是启蒙于早逝的母亲生前虽然家境贫寒，却始终坚持用最朴素、最新鲜的食材做出最用心的饭菜，这份朴素的信念也深深烙印进了苏小的骨子里。妈撒着泛黄的菜谱，轻声自语：妈，你说过，再便宜的食材，只要用心做，也能做出让人感动的味道。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了？就在苏小心灰意冷，几乎要放弃的那一刻，一阵剧烈的眩晕毫无征兆地袭来，紧接着一道陌生的机械音骤然在他脑海中响起。丁检测到宿主对料理怀有纯粹而炽热的初心，却屡遭世人误解。神厨系统正是绑定这道机械音，让苏小浑身一僵，几乎以为自己是不是累到产生了幻觉。震惊的捂住头，这是什么声音系统？我这是出现幻听了，还是真的遇到了什么离奇的事？系统冷静，提示音继续在他
脑海中想起详细说明了这份离奇能力的运作规则，每一次他用真心和恰当的火候做出一道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料理，便能获得系统奖励的厨艺精进以及专属的感知能力。将信将疑之下，苏小决定试着验证一下这份离奇的能力。他拿出珍藏已久的几样普通食材，认认真真的做了一份再普通不过的西红柿炒蛋盖浇饭。专注的翻炒，喃喃自语，不管这系统是真是假，先把这份饭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饭菜出锅的那一刻，1到9为的提示音骤然在他脑海中响起，丁宿主以真心烹饪成功触发系统奖励厨艺加5解锁专属能力食材鲜度感知。苏小难以置信地睁大了双眼，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只要一触碰食材，脑海中便会自动浮现出这份食材新鲜程度、产地，甚至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等详尽的信息。这份能力精准得近乎不可思议。拿起一颗白菜，惊讶的这颗白菜居然已经放了3天，还用过不达标的农药，这系统给的感知能力也太离谱了。有了这份精准的食材鉴别能力，苏小往后采购食材时总能精准避开那些以次充好的劣质货源，做出的饭菜品质也随之肉眼可见地提升了一个档次。有了系统加持，苏小的厨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突飞猛进，原本只是寻常水准的8元盒饭，如今竟做出了堪比高级餐厅的风味。不少老顾客惊讶地发现，苏小的手艺似乎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吃了一口，瞪大眼睛笑：“你这盒饭今天怎么突然好吃这么多？这味道不像是8元吃到的水准啊！”憨厚一笑：“大哥，谢谢夸奖，我最近在食材上更用心一些。”与此同时，当初那条恶意嘲讽视频的评论区里，一位同样做美食探店的女博主林夏却注意到不少附近工人自发为苏小发声辩护，这让她起了好奇，决定亲自登门一探究竟。打量着餐车，若有所思，听说你这盒饭最近很多人夸我，倒要亲自尝尝看是不是真像大家说的那么神。礼貌的欢迎品尝我这盒饭，虽然便宜，但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位顾客的舌头。林夏尝了一口苏小做的盒饭，瞬间愣住了。那份朴实食材里蕴含着的层次丰富的鲜美滋味，远远超出了他对一份8元盒饭的全部想象。他当即决定要为苏小证明。震惊的这味道也太惊艳了吧！这分明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摊位，我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林夏当即支起手机，开始直播，认认真真的品尝点评其苏小的手艺，试图为他洗刷此前那场恶意嘲讽带来的污名。林夏这场真诚专业的直播评测一经发布，便迅速引发了
病毒式的传播不少曾经跟风嘲讽苏小的网友纷纷倒戈涌向他的餐车，之为一尝这份被重新证明的美味。转述，天哪，之前还跟着骂这盒饭寒酸，现在看林夏的直播才发现自己错怪了人家，必须去尝尝。转述，8元盒饭能做出这种水准，这老板手艺是真的被埋没了太久。一夜之间，苏小那辆原本门可罗雀的小餐车前竟抬起了望不到头的长队，不少人专程从城的另一头赶来，之为尝一口这份重新被发掘的美味。看着长队又惊又喜，这是真的吗？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排队来吃我的盒饭。望着眼前这番盛况，苏小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与感慨，那份曾经被狠狠践踏过的尊严，如今总算是一点点找回了来。排队的人群中，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格外引人注目，他正是早已退隐江湖多年，却依旧在业内享有盛誉的传奇大厨沈建国。他尝过苏小的手艺后，眼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惊艳。郑重的年轻人，你这份对食材近乎苛刻的用心，还有这份火候的拿捏，是我这些年难得一见的天赋。你愿不愿意跟我好好学几年？受宠若惊，沈师傅，您是业内传奇，能得到您的指点，是我求之不得的福气。拜入沈建国门下之后，苏小厨艺更是如虎添翼，沈建国毫无保留地传授他多年积累下来的珍贵经验，而系统也随着他一次次用心烹饪不断给予他新的奖励与专属能力。示范刀工火候，这东西急不得，你得学会倾听食材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做出打动人心的味道。认真记录，师傅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您教的每一点都牢牢记在心里。苏小声名鹊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一位资深美食评论家耳中，他亲自登门品鉴过后，当即决定邀请苏小参加即将举办的一场颇具分量的区域性烹饪大赛，给他一个登上更大舞台的机会。郑重的苏师傅，您这份手艺不该只被埋没在这条小巷子里，我诚挚邀请您参加下个月的烹饪大赛。郑重的谢谢您的赏识，我一定会珍惜这次机会。就在苏小准备大赛期间，林夏凭借着自己做美食自媒体积累下来的人脉，却意外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初那条恶意嘲讽苏小的视频，竟是由城中最大的餐饮集团锦味集团暗中出资策划的。神情凝重，苏小，你可能想不到，当初那条黑你的视频背后，居然是锦味集团花钱买的，水军策划出来的。
震惊警卫集团，他们一个做大买卖的集团，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卖盒饭的小摊主？带着满心的疑惑，苏小和林夏决定深入调查警卫集团针对自己背后真正的动机。他们很快便发现，警卫集团近几年一直在悄悄收购城中各处口碑极佳的小摊贩、小餐馆的摊位和店面。整理资料，若有所思，警卫集团这几年收购了不下20家街边小店，凡是生意太好，威胁到他们连锁门店生意的摊贩几乎都被他们盯上过。皱眉，难道他们是把我当成了下一个收购或者打压的目标？经过进一步追查，苏小一行人终于确认了幕后真正的主使，正是警卫集团董事长顾长风。他靠着收购、打压乃至恶意抹黑竞争对手的手段，垄断了城中大片的餐饮市场，是一切威胁到自己生意的小商贩为眼中钉。在办公室里阴冷地自语：一个卖8元盒饭的小摊贩也敢抢我警卫的生意，当初那条嘿他的视频还是便宜他了。得知顾长风这份为了垄断市场不惜恶意构陷竞争对手的真实面目，苏小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深入调查过程中，苏小还凭借着系统赋予他的食材鲜度感知能力，意外发现警卫集团旗下多家连锁门店竟长期使用过期甚至存在农药残留超标的劣质食材，只是靠着精美的包装和公关手段一直掩盖着这份黑幕。触摸这一批食材，神情凝重。这批食材早就过了保质期，警卫这么大的牌子，居然一直在用这样的东西糊弄顾客。这份触目惊心的发现，让苏小意识到顾长风的罪行远不止打压竞争对手那么简单，而是更深一层的食品安全黑幕。几经周折，苏小和林夏终于联系上了一位长期负责该片区域却始终苦于缺乏确凿证据的食品安全监督员穆晴。他凭借着多年的职业敏锐，早已怀疑警卫集团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却始终苦无突破口。神情严肃，我怀疑警卫集团的供应链有问题，已经不是1天2天了，可他们手段滴水不漏，一直抓不到确凿的证据。郑重的莫姐，这次我愿意帮您一起把这份证据做实。有了苏小这份近乎作弊般精准的食材鉴别能力，加入调查行动也变得更加高效。他协助穆晴一家悄悄排查警卫集团旗下的门店食材来源，渐渐拼凑出了一份详尽的证据链条。整理证据，按照你这几轮排查出来的情况，警卫集团至少有7家门店存在系统性使用劣质过期食材的问题。点头，明白。下一步咱们得想办法把这份证据和警卫幕后操纵舆论打压小商贩的罪行一并做实。察觉到苏小一行人正在暗中调查自己，顾长风不再选择继续
隐忍他暗中买通了烹饪大赛的一名评委，准备借着比赛当天故意刁难乃至栽赃苏小，使用劣质食材，借此彻底毁掉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声誉。阴冷的下令，这个苏小越来越碍眼了，想办法让他在大赛当天来一场体面的身败名裂。一场针对苏小的阴谋，悄然在烹饪大赛的幕后拉开了序幕。烹饪大赛当天，正当苏小全神贯注地准备自己的参赛料理时，那名被收买的评委却突然当众指控他使用的食材来源不明，存在安全隐患，企图借此取消他的参赛资格。当众质问苏师傅，你这批食材的来源和检验报告能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吗？我怀疑你用的是不合格的食材。镇定地，评委老师，我的每一份食材都经过严格筛选，绝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尽管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当众刁难，苏小却并不慌乱，他凭借着系统赋予他的食材鉴别能力，当场精准地报出了自己每一样食材的产地、新鲜程度以及检验数据毫无破绽，反而让在场所有人对他的专业程度刮目相看。自信的这批青菜产自城郊张家菜地，采摘不足12小时，这批鱼今晨刚从湖里打捞上来，绝无任何变质隐患。评委老师若不信，大可当场检验。现场检验结果出来，苏小的食材不仅完全合格，新鲜度更是远超行业标准。这场蓄意的构陷反而弄巧成拙，让他的专业形象更加深入人心。眼见构陷失败，那名被收买的评委神色慌乱，破绽百出。台下不少眼尖的业内人士已经隐约察觉到这背后恐怕另有推手，现场舆论开始悄然转向对幕后主使的猜测。窃窃私语，这评委今天的表现也太反常，该不会是收谁的好处，故意针对师傅吧？郑重的对苏小看来是时候把咱们手里的证据一并公之于众了。即经商议，苏小、林夏还有穆晴最终决定选择在烹饪大赛的颁奖典礼这场汇聚全城媒体目光、现场直播的盛大场合当中揭穿顾长风和几位集团的真实面目，让他们彻底无处遁形。郑重的，这是个冒险的决定，但也是最能让全城消费者都看清真相的机会。目光坚定，目剑已经在弦上，这一次我们没有退路。颁奖典礼当晚，苏小凭借着那道融合了母亲家常味道与精湛技艺的参赛料理，一举拿下了本届大赛的最高荣誉。而顾长风则作为大赛的重要赞助商，代表风光无限地坐在嘉宾席前排，浑然不知一场针对自己的风暴即将来临。念出获奖结果，本届烹饪大赛最高荣誉得主苏小，凭借一道充满真心与回忆的家常料理征服了全体评委。台下掌声雷动，苏小深吸一口气，缓缓起身走
走向了舞台中央。站在聚光灯下苏小，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发表获奖感言，而是深吸一口气，郑重地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证据资料，当着全场嘉宾还有直播镜头前数以百万计的观众揭开了这场蓄谋已久的黑幕。对着话筒郑重的在发表感言之前，我想先揭露一件事：当初那条恶意嘲讽我的视频，还有今天赛场上那场针对我的构陷背后，真正的黑手就坐在今晚台下嘉宾席上。全场瞬间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了脸色骤变的顾长风。大屏幕上，目前提前准备好的确凿证据，锦卫集团旗下多家门店使用过期劣质食材的检验报告，还有买通水军恶意抹黑竞争对手的转账记录，一一呈现在全场还有直播镜头面前。顾长风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色厉内荏的一派胡言，这都是你们伪造的证据，我要起诉你们诽谤。毫不退缩，证据确凿，顾先生想抵赖恐怕没那么容易了。眼见大势已去，顾长风试图借着混乱悄悄从后台通道溜走，却没想到穆晴早已提前联系好食品监管部门和警方，大批执法人员已经在后台出口严阵以待，将他当场截获。出示证件，顾长风，你涉嫌食品安全重大违规、恶意商业诋毁等多项违法行为，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瘫坐在地，面如死灰。不，这不可能。就在顾长风被当场擒获的那一刻，苏小脑海中骤然响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恢宏提示音，那是系统给予他的迄今为止最丰厚的一次奖励。机械音叮，宿主以真心料理揭穿重大黑幕，守护无数食客的饮食安全，触发系统终极奖励，厨艺天赋永久觉醒，解锁专属称号人间烟火守护者。难以置信，浑身发抖，天赋永久觉醒了，这系统给的礼物也太厚重了。顾长风和锦卫集团很快便接受了法律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正式处置，鉴于他们长期蓄意使用劣质食材，恶意打压诋毁竞争对手的确凿罪行，顾长风被依法判处长期监禁，锦卫集团也被依法吊销了多项经营资质。宣读处置决定，锦卫集团长期蓄意使用不合格食材，恶意打压竞争对手，情节极其严重，依法吊销其多项经营资质，并处以顶格罚款。曾经不可一世的餐饮巨头，终于为自己的累累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风波平息之后，苏小在沈建国的大力支持下，将自己那辆简陋的小餐车正式升级成了一间虽然不大却充满人情味的小餐馆，依旧坚持着亲民的价格和用心的味道。欣慰的，这才是你该有的舞台。不过记住，不管店面开得多大，别忘了当初那份想让工人兄弟吃饱吃好的初心。郑重的，师傅您放心，这
份初心，我永远不会忘。经过这场并肩作战的风波，林夏和穆情也都和苏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林夏时常会来店里直播分享苏小新研发的菜品，穆情也时常来店里坐坐，顺便把关食材安全。笑着苏小，你这新菜品又该让我直播给大家尝尝鲜了，粉丝们都等着呢。笑着回应，没问题，随时欢迎你来尝鲜。这场轰动全城的食品安全丑闻曝光之后，相关部门也借此契机牵头推动建立了一套更加严格、更加透明的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同时加大了对大型企业恶意打压中小商贩行为的查处力度。在发布会上，这次事件给全行业敲响了警钟，我们将建立更加严格的食品安全审查标准，同时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恶意商业诋毁行为。苏小这场以真心和勇气换来的揭露，也间接推动了整个餐饮行业朝着更加规范、更加公平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事业步入正轨之后，苏小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身处谷底，同样被人轻视的那段艰难岁月，他主动拿出时间和精力，开始指导一批同样在街头苦苦支撑的小商贩们提升手艺，把关食材。虚心请教苏老板，像我们这种不起眼的小摊贩，真的还有机会做出让大家认可的味道吗？郑重的，只要你愿意用真心对待每一样食材，每一位顾客，在普通的摊位也能做出属于自己的光彩。4深夜长谈中，沈建国向苏小坦白了自己当年黯然退隐江湖背后鲜为人知的往事。多年前，他也曾因为坚持用优质却成本更高的食材而遭到类似财团的恶意打压，最终被迫关掉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餐馆。感慨的，当年我也曾像你一样被资本打压得几乎喘不过气，那时候我没能坚持下来，如今能看到你替我把这口气争回来，我这辈子也值了。郑重的，师傅，这份迟来的公道也是咱们一起努力换来的。深入调查过程中，苏小和穆情还陆续发现了好几位当年同样被几位集团恶意收购乃至构陷倒闭的小商贩，他们大多选择了忍气吞声，如今终于等到了能讨回公道的机会。激动的，当年我那家面馆就是被警卫集团用类似的手段逼得关门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还能等到真相大白的这一天。郑重的叔，这次咱们一定要让更多像您这样的受害者都得到应有的赔偿和公道。庭审现场，苏小也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详细陈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那场恶意构陷，还有调查
过程中发现的多为受害伤犯的真实遭遇，力求让法庭充分认识到这份罪行背后真实沉重的代价。在证人席上神情凝重，审判长，我亲眼见证了太多像我一样的小商贩因为顾长风和锦卫集团的恶意打压而失去赖以谋生的营生，恳请法庭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苏小这份基于亲身经历饱含分量的陈述，也成为了法庭最终对顾长风从重判决的重要依据之一。随着苏小的故事广为人知，不少其他餐饮资本也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能够高价收购他的小餐馆，将他的故事和招牌包装成连锁品牌，大肆扩张，但都被苏小一婉拒。极力游说，苏老板，您这块招牌现在炙手可热，只要您点头，咱们可以把它开成遍布全国的连锁品牌。郑重的婉拒，抱歉，我开这家店从来不是为了做多大的生意，只是想守住一份用心做饭的初心，这份初心我不希望被资本稀释掉。面对不断涌来的资本邀约，苏小最终选择将自己获得的部分声誉和收益投入到了一所面向普通人开放、学费低廉的小型烹饪培训班，专门培养那些和他当年一样怀揣朴素热爱却缺乏机会的普通人。在开班仪式上，这所培训班不收天价学费，只希望能让更多真心热爱料理的普通人有机会学到真本事。这份不为名利，只求把手艺传承下去的选择，也让苏小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愈发清晰，愈发令人敬重。当初那位拍摄恶意嘲讽视频的网红，在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也终于鼓起勇气公开发布了一条郑重的道歉视频，承认自己当年为了流量轻率伤害了一位真正用心做料理的普通人。在道歉视频里，郑重的苏师傅，当年是我为了流量轻率伤害了你，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的无知和鲁莽。在回复视频里，大度地都过去了，比起追究过去，我更希望大家能一起善待每一位踏实做事的普通人。穆晴也凭借着这次深入揭露餐饮黑幕、守护城市食品安全的突出贡献，荣获了一项分量颇重的行业监督大奖，评委会盛赞他这份不畏强权、勇于坚守职责的专业精神。宣读颁奖词获奖者穆晴以专业、严谨且无所畏惧的监督精神，守护了全城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当之无愧。领奖感言：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愿意坦诚配合一起守护食品安全的普通人，尤其是苏小先生。升级之后的小餐馆依旧是附近工厂工人们最喜爱的聚集地，每到饭点总能看到工人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享用着苏小亲手烹制的饭菜，那份朴实而温暖的烟火气始终不曾改变。端着饭碗感慨的还是咱们老板，这味道吃着亲切，不管店开得多大，这份家常味可不能丢了。
笑着回应：“大哥，您放心，这份味道，只要我还掌勺1天，就不会变。”事业稳定下来之后，苏小特意抽出时间回到老家，带着1份精心准备的家常菜来到母亲的墓前，与她分享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放下饭菜，轻声自语：“妈，您看，当年您教我的那份用心做饭的道理，我一直没有忘记。如今总算是让更多人尝到了这份用心的味道。”山间微风轻拂墓前的饭菜，香气袅袅升起，仿佛母亲当年温暖的笑容依旧近在眼前。并肩经历过这场风波之后，苏小和林夏之间那份原本只是合作关系的情谊，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升温。两人渐渐从并肩作战的搭档变成了彼此人生中格外重要的存在。依偎在他身旁，能亲眼见证你从一个被恶意嘲讽的小摊主一路走到今天，是我这段时间里最值得骄傲的事。温柔地揽住他，往后的日子，不管店开成什么样，咱们都一起守着这份烟火气。苏小这段从谷底到新生的励志故事广为流传之后，不少同样身处困境、怀揣料理梦想的年轻人也纷纷写信向他表达感激。其中一位曾经一度想要放弃厨师梦想的年轻学徒格外让他动容。信中写道：“苏师傅，看到您的故事，我又重新鼓起了坚持梦想的勇气。谢谢您，让我相信，只要用心，再普通的出身也能闯出一片天。”读着信，眼眶湿润，能靠自己的经历给更多人带来一点勇气，这大概也是这段劫后余生最值得庆幸的收获。苏小这段以真心料理揭穿资本黑幕的传奇故事，很快便引起了全国性媒体的广泛关注，不少报道都将他树立为诚信小商贩战胜资本黑幕的典型代表。采访中，苏师傅您的故事给了无数小商贩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您怎么看待这份意外而来的关注？谦逊的我只是想把饭做好，没想到这份朴素的坚持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希望它能让更多人相信真心和坚持的力量。深入调查过程中，苏小一行人还意外从一名倒戈的内部财务人员手中拿到了顾长风亲手记录极其隐秘的一本账本，上面竟详细记载着他多年来一笔一笔收购、打压乃至构陷倒闭的每一家小商贩以及对应的手段和金额。颤抖地递出账本，这本账本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来，现在总算可以把它交给能主持正义的人了。翻阅着账本，震惊，这上面记录的数字比我们之前掌握的还要触目惊心，足足有23家小商贩被他们以各种手段逼得倒闭或贱卖。翻阅这本详尽的罪证账本，苏小才真正意识到顾长风这些年犯下的罪行远比自己最初设想的要庞大恶劣得多。23个家庭的
生计就这样被他当作垄断市场的筹码轻易碾碎。握紧账本，声音颤抖。23加这个人的良心到底是被狗吃了吗？这份触目惊心的真相让苏小揭穿顾长风的决心变得更加不可动摇。为了让揭露更加完整、更有说服力，林夏还特意带着苏小登门拜访了账本中记载的一户早年被警卫集团逼得倒闭的面馆一家。多年来，他们始终不知道店铺倒闭背后真正的原因，只以为是自己经营不善。泣不成声，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手艺不够好才把店开黄了，没想到竟然是有人蓄意使的坏。郑重的嫂子，这次我们一定会把真相公之于众，还你们一个公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害商贩和内部知情人陆续倒戈，顾长风也渐渐察觉到了危机正一步步逼近，他开始变得愈发多疑，愈发焦躁，甚至不惜对身边最亲近的亲信也起了猜忌。阴沉的质问亲信：“最近公司里是不是有谁吃里扒外，在背后给我捅刀子？”惶恐的老板，我们一定会加紧排查，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把消息泄露出去。就在行动前夕，苏小内心深处也曾闪过一丝动摇，毕竟自己好不容易才重新站稳脚跟，一旦当众揭穿顾长风这背后牵扯的庞大势力，很可能会让自己好不容易重建的一切再次化为乌有。对着林夏坦白，小夏说实话，我心里也怕，万一这次行动失败，咱们这些年的努力可能就全白费了。握住他的手，坚定的怕是正常的，但如果因为怕就选择沉默，那咱们和那些帮凶又有什么分别？在正式决定当众揭露顾长风之前，不少同在业内的老牌餐馆老板曾私下劝沈建国不要让苏小轻举妄动，以免得罪警卫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但沈建国力排众议，坚定地站在了苏小这一边。私下劝说老沈，你这徒弟是不是太冲动？警卫集团那是能轻易得罪的吗？态度坚决，良心和公道从来不是用得罪不得罪来衡量的。这次我支持苏小到底。穆晴之所以对揭露食品安全黑幕格外执着，还得追溯到他多年前曾经亲眼目睹一起因为劣质食材而导致多人食物中毒却最终不了了之的往事，那份深埋心底的职业遗憾，让他从此立志做一名绝不妥协的监督员。回忆感慨当年那起食物中毒事件，要是能早点查清真相，或许就能少一些不必要的伤害。这份遗憾我一直记在心里。正是这份深藏多年的职业执念，让穆晴面对这次调查时格外较真，格外不肯轻易放弃。为了防止万一大屏幕信号在关键时刻被人恶意切断，穆晴还特意提前准备了好
几套备用推送方案，包括通过现场记者的手机直播同步备份，确保证据资料无论如何都能顺利呈现在公众面前。检查设备郑重的大屏幕信号、手机直播备份，还有现场记者的同步推送3套方案全部准备就绪，万无一失。欣慰的有你这么周全的准备，我心里踏实多了。察觉到苏小迟迟没有动作，却又隐隐感觉到威胁的顾长风，索性亲自出面，试图用1份极其丰厚的收购报价来收买苏小，让他对过去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意热情，苏老板，你是难得的好苗子，只要你愿意把你那家小店卖给我们锦卫，以后你想要的资源、想要的地位，我都能给你。面无表情的顾先生，恐怕你找错人了，我要的从来不是这些。面对顾长风抛出的巨额诱惑，苏小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冷冷地直视着眼前这个是小商贩生计如草芥的幕后黑手，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厌恶与决绝。毫不退缩，顾长风，你靠打压别人的生计换自己的财富，这样的收购，就算你给我再多，我也不会答应。脸色骤沉，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庭审过程中，顾长风辩护律师试图以市场竞争压力巨大，并非蓄意损害消费者权益为由，为他争取从轻处罚，但面对长期蓄意操纵是数十个家庭生计如草芥的确凿证据，这份辩解同样显得苍白无力。辩护审判长，被告人顾长风身处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其行为动机存在一定的可谅解情节。反驳，市场竞争压力从来不能成为是消费者权益和他人生计如草芥蓄意策划多起商业诋毁事件的正当理由。案件审理结束之后，苏小和沈建国还特意组织了一场面向历年受害商贩的公开聚会，邀请大家一起分享倾诉那份难以对外人言说的委屈与遗憾，场面格外温暖而动容。在聚会上，这些年咱们这些小商贩吃过的苦，总算是有人愿意站出来替咱们发声了。感同身受的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扛这份委屈，咱们能彼此扶持，这一起讨回公道已经很了不起了。借着这起案件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当地相关部门还牵头推动建立了一套专门保护中小商贩、防止大型资本恶意打压的公平竞争监管机制，从制度层面给予像苏小当年那样的普通商贩更坚实的保障。在发布会上，这套机制的核心理念正是来自苏小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用勇气换来的宝贵教训：市场竞争理应公平，而不是弱肉强食。郑重的，这大概就是咱们这一路拼下来最值得骄傲的成果。1年后，
苏小创办的小型烹饪培训班迎来了第一批学员的结业典礼。这批学员里不少人都是和他当年一样出身普通却怀揣朴素热爱的年轻人。如今他们也即将带着自己学到的手艺开始新的人生篇章。在结业典礼上，谢谢苏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手艺，更是那份用心对待每一样食材的态度。郑重的希望你们以后不管开多小的店，都能守住这份初心。苏小始终妥善保管着当年那本揭穿顾长风滔天罪行的关键账本复印件，即便案件早已尘埃落定，他依旧时常翻看，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对任何潜藏的不公选择视而不见。轻抚着账本复印件，静静地躺在柜台一角，无声诉说着这段始于黑暗终于正义的漫长往事。事件2周年之际，附近街区还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社区复兴庆典，回顾这2年来当地中小商贩重新焕发生机、公平竞争的喜人成果。苏小、林夏、沈建国还有穆晴受邀作为嘉宾出席，共同见证这份来之不易的转变。在庆典上致辞，这2年街坊们能够重新过上安稳红火的日子，离不开苏小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当年不遗余力的守护。感慨的看着大家现在能安安心心地做生意，这大概就是对我们当初拼尽全力最好的回报。社区复兴庆典上，一群孩子们还特意拿出了自己亲手绘制的一幅幅画作，画里的苏小身系围裙，手持炒勺，击退着那些曾经欺压街坊的黑心资本，俨然已经成为了这片街区孩子们心中当之无愧的英雄。举着画作，天真的苏叔叔，你看，这是我画的，你打败坏老板的样子帅不帅？蹲下身笑着接过画，哇，画得真好，谢谢你，还记得叔叔这么清楚。回想起系统觉醒之前那段最艰难的日子，苏小依旧记得格外清楚。那时候连续几个月入不敷出，他曾一度认真考虑过放弃这辆餐车，去工厂里找一份朝9晚5的普通工作，彻底告别这份吃力不讨好的营生。回忆苦笑，那段日子真的是咬着牙在撑，要不是心里那股不甘心的劲儿，我可能早就把餐车卖了。正是这份几乎要被现实磨平的坚持，让苏小在系统觉醒之后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转机。系统刚觉醒不久，苏小曾一度好高骛远，试图直接挑战1道远超自己当时火候水平的复杂菜品，结果却弄得一塌糊涂，不仅浪费了不少食材，还让系统的奖励提示迟迟没有响起。看着失败的菜品，沮丧的这道菜火候完全没掌控住，看来光靠系统给的感知能力还远远不够，基本功还是得自己一步步练。这次惨痛的失败教训也让苏小更加踏实地从基础做起，不再妄想靠系统一步登天。沈建国不仅传授苏小精湛的刀工和火候
反复向他灌输一套朴素却深刻的料理哲学。再昂贵的食材，如果缺少了用心，也不过是一堆浪费的原料；而再普通的食材，只要用心对待，也能焕发出惊人的光彩。语重心长，你记住，料理这件事从来不是比谁用的食材更贵，而是比谁把心放得更正。郑重的点头，师傅，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在轻蔑的一个卖盒饭的小摊贩也敢来参加这重级别的比赛，我倒要尝尝你这手艺到底有几分斤两。然而，当这位评论家尝过苏小精心烹制的料理之后，原本轻蔑的神情瞬间变得凝重而惊讶，他不得不郑重收回自己先前的轻视。震惊的这份火候和层次感，完全不输给任何一家米其林餐厅，是我先前以出身论英雄，太武断了。谦逊的谢谢您愿意放下成见，重新品尝我的料理。这位评论家后来还主动在自己的专栏里公开为苏小证明，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业内的影响力。黎夏之所以对揭穿这场针对苏小的恶意构陷格外执着，还得追溯到他自己早年做美食自媒体时，也曾因为一次不经意的失实报道而伤害过一家无辜的小店，那份深埋心底的愧疚，让他从此格外谨慎，也格外痛恨恶意抹黑。坦白的我以前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伤害过一家无辜的小店，所以这次查到苏小是被冤枉的，我格外想要替他讨回公道。正是这份深藏心底的愧疚与反思，让黎夏在这次调查中格外较真，格外尽心尽力。调查过程中，苏小还意外发现自己店里一位看似普通的常客，竟是几位集团派来卧底监视自己一举一动的员工，对方长期以普通食客的身份悄悄汇报着苏小的动向。被识破慌乱的我只是奉命行事，并不是真心想要害你。平静的我不怪你，只希望你能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帮我们一起揭穿顾长风。经过一番内心挣扎，这位卧底员工最终还是选择了良心，主动向幕晴提供了大量几位集团内部运作的关键证据，成为了压垮顾长风的又一根重要稻草。郑重的，这些是我这几年悄悄保留下来的内部资料，希望能帮你们把顾长风绳之以法。郑重的谢谢你愿意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在正义这一边。案件曝光之后，顾长风那位一直以父亲的商业成就为傲的女儿，在得知真相后，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公开与父亲划清界限，并主动向媒体表达自己的失望与愧疚。
在采访中痛心地得知，父亲这些年做过这样的事，我感到非常痛心和羞愧。我只希望那些受害的商贩能够得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这份大义灭亲的选择，也让公众对这起案件的评价多了一份复杂的人性考量。案件审结之后，法院依法没收的顾长风涉案资产也被悉数用于补偿历年受害的小商贩们。苏小环特意抽出时间一家亲自登门送上慰问与力所能及的帮助，向面馆老板娘鞠躬。嫂子，这份迟来的补偿和公道，希望能多少弥补一点这些年你们承受的苦。含泪谢谢你们这些年没有放弃查清真相。年后，苏小受邀为一批刚从专业烹饪学校毕业新人进行分享。他没有过多渲染自己那段超乎常理的离奇经历，而是着重强调了诚信与坚守同样重要的从业理念。对着毕业生们，你们以后不管开多大的店，诚信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任何一份利润值得拿顾客的信任去换。台下新人们郑重专注的眼神，让苏小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一无所知却咬牙一步步闯过来的自己。一次难得的闲暇时光里，苏小和沈建国坐在一家安静的小餐馆里，聊起了这段从谷底到新生的漫长岁月。曾经那个连店面都没有的餐车摊主，如今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派厨师。欣慰的笑，还记得当初我第一次尝到你的盒饭时，就知道你不简单。谁想到咱们走到今天。握住他的手，郑重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您一直没有放弃栽培我。升级成小餐馆之后，苏小依旧舍不得丢弃那辆陪他一起熬过最艰难岁月的老餐车，而是将它擦拭干净，摆放在餐馆最显眼的角落，当做一份格外珍贵的纪念。擦拭着老餐车，轻声自语：没有你当初陪我一起熬过来，也就没有现在的这一切。老餐车静静地停在餐馆一角，无声诉说着这段始于寒酸，终于荣耀的惊心往事。随着系统等级不断提升，苏小环意外发现自己的感知能力竟悄然进化出了一层更加玄妙的维度，只要细细品尝一道菜，他便能隐约感知到烹饪者当时的心境是敷衍了事，还是全情投入。尝了一口，若有所思，这道菜火候倒是没问题，但尝得出来做这道菜的人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这份更加细腻的感知能力，让苏小对料理这件事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技艺固然重要，但心意才是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关键。凭借着这份心解锁的感知能力，苏小环意外帮一对经营不善、濒临分手的年轻夫妻烘焙店主化解了一场危机。他一尝遍
发现2人的面包里少了当初恋爱时那份用心之剩下机械的流程。惭愧的师傅，您说对，这段时间我们俩总吵架，做面包确实是敷衍了事。温和的手艺是死的心是活的，先把心里那道坎过去，面包自然就会好吃起来。采纳了苏小建议之后，这对年轻夫妻重新找回了当初并肩创业时的那份默契与用心，烘焙店的生意也随之肉眼可见地好转起来。2人还特意登门向苏小道谢，感激的多亏了您的提醒，我们俩差点就因为生意不好彻底散了，现在总算是又找回了当初的那份心气。欣慰的笑，能帮你们重新找回这份心意，比什么都让我高兴。1次闲暇时光里，苏小和林夏坐在店里聊起这段离奇的经历。苏小坦言，系统教给他最珍贵的道理，其实并不是厨艺本身，而是料理背后那份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连接。感慨的，这系统给我的，与其说是厨艺，不如说是让我重新明白了一顿饭真正的意义，不是填饱肚子，而是让人感受到被用心对待的温暖。温柔的笑着，大概就是你这家小店能留住这么多人的心的真正原因。借着培训班结业的契机，苏小还组织学员们一起为附近社区的孤寡老人们烹制了一场温暖的社区共餐活动，让学员们亲身体会料理背后那份朴素而珍贵的温情。吃着饭干东的好，就我吃到这么用心做的饭菜，也谢谢你们这些孩子。感慨的苏老师，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您常说的那份用心到底是什么意思。附近一家曾经对苏小的爆红颇有微词，暗自眼红的同行餐馆老板在亲眼目睹他拒绝资本收购、坚持平价惠民的选择之后，态度也彻底发生了转变，主动登门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郑重的，老板，以前我还有点眼红你的生意，现在才明白你这份坚持是真的难能可贵，以后还请多多指教。谦逊的，哪里的话，咱们都是靠手艺吃饭的人，以后大家一起把这条街的口碑做好才是正经事。苏小这段以真心料理揭穿资本黑幕的传奇故事，还引起了一档聚焦全国诚信小商贩的纪录片团队的注意，他们专程登门拍摄记录下了苏小和他这家充满烟火气的小餐馆背后的故事。采访中，苏师傅，您这段经历正是我们这档纪录片想要呈现给全国观众的珍贵案例。谦逊的希望这部纪录片能让更多人相信用心和坚持的力量。几年后，苏小培训班培养出来的一批学员组队参加了一场区域性的团体烹饪大赛，并凭借着扎实的
基本功和纳、奋、苏小反复强调的用心理念，一举拿下了团体冠军的荣誉。捧着奖杯，激动的苏老师，我们做到了，没有辜负您这些年的教导。欣慰的，你们能靠自己的实力走到今天，才是我这些年最值得骄傲的事。闲暇时候，苏小还是会时常回到当年支着餐车起家的那片工业园区域，不少当年的老顾客，如今依旧一眼就能认出他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那份朴素的情谊多年未曾改变。激动的拉住，笑着回应：“大哥，您说的哪里话没有？你们当年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事业和感情都双双步入正轨之后，苏小和林夏举办了一场简单却格外温馨的婚礼。沈建国、穆晴，还有当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们，全部郑重出席，共同见证这份历经风雨终成眷属的幸福。举杯感慨的看着你们俩这一路走，对不容易，能看到你们现在这样幸福，我这个老家伙也替你们高兴。举杯回应：“师傅，谢谢您这一路以来的栽培和信任。”每年到了当初那辆餐车第一次支起来的纪念日，苏小都会坚持为附近的工厂工人们免费提供一顿丰盛的家常饭菜，以此纪念自己当初那份想让工人兄弟吃饱吃好的朴素初心。端着饭碗感慨的：“苏老板，这顿饭咱们吃了好几年，这份心意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让人暖心。”笑着回应：“这份传统，只要我还掌勺一天，就会一直办下去。”随着报名学习的普通人越来越多，苏小的小型烹饪培训班不得不在沈建国的帮助下开设了第二处分校区，继续秉持着低廉学费、真心教学的理念，让更多怀揣朴素热爱的普通人有机会学到真本事。欣慰的，没想到当初那间小小培训班，如今也能发展到这样的规模。郑重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您当初愿意倾囊相授给我的那份信任。苏小还与穆晴一同编写了一份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自查指南，详细罗列了普通人在日常购买食材时可以采取的基础辨别方法，免费向全社会公开发放。在发布会上，这份指南凝聚了苏小先生用亲身经历换来的宝贵经验，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真正帮到需要的人。郑重的，如果这些经验能让哪怕一个家庭吃得更安心一点，那这份指南就没有白写。指南发布不久，便有一位年轻妈妈凭借着指南里教的辨别方法，成功识别出了菜市场里一批以次充好的劣质食材，及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隐患。发消息感谢苏师傅，多亏了您这份指南，我差点
就买到了不新鲜的食材，太感谢了。这份意料之外却又格外珍贵的反馈，让苏小更加确信自己这段经历沉淀下来的经验拥有着远超这一次事件本身的普世价值。多年后，苏小还特意寻访并重逢了当初在评论区里第一个主动替自己辩护的那位熟客大姐，正是她当初那份朴素的信任，给了苏小在最黑暗的那几天坚持下去的勇气。季东的，我想到你还记得我当初不过是说也句公道话而已。郑重的大姐，您当初那句公道话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苏小还定下了一项延续至今的传统，每年都会从自己餐馆的盈利中拿出固定的一部分，成立一支专门资助城中其他处境艰难的街边小商贩的互助基金，帮助他们度过经营上的难关。感激的多亏了这笔互助基金，我那家小摊才能撑过最难的那段日子。欣慰的，咱们这些街边做小生意的人理应互相扶持着一起走下去。每到当初那条恶意嘲讽视频发布的纪念日，苏小和林夏都会特意找一个安静的夜晚坐下来，静静回顾这段从谷底到新生、历经风雨却格外值得珍惜的漫长旅程。握着他的手，感慨的当初那条视频差点把你彻底击垮，如今回头看到，像是老天爷给你开的一扇新的门。温柔的笑，是啊，没有那场风波，大概也不会有后来遇见你、遇见师傅，还有这一切的机缘。一次难得的闲暇时光里，苏小和沈建国坐在店后的小院子里，聊起了这段漫长岁月里彼此对大厨这两个字理解的转变。曾经他们都以为大厨意味着精湛绝伦的技艺，如今才明白，真正的大厨不过是愿意把心交给每一位食客的普通人。望着院子里的老树，以前总觉得大厨得是那种身怀绝技、名扬四海的人物，经历过这件事才明白，真正的大厨不过是一群愿意把心交给食客的普通人罢了。点头附和，是啊，咱们谁都不是天生的大厨，只是愿意把每一顿饭都当成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许多年后，苏小收到了一位意外的来访者，正是当年那家被锦卫集团逼得倒闭的面馆老板娘的儿子。如今他已经长大成人，自己也开起了一家踏踏实实的小面馆，专程登门向苏小道谢。郑重的，苏叔叔，要不是当年您帮我们家讨回公道，可能就没有我们家后来重新开店的机会，谢谢您。欣慰的看到你们家能重新把面馆开起来，这才是当初那场风波最圆满的结局。你妈妈当年受的那些委屈，现在总算是彻底画上了一个
圆满的聚敛。苏小始终将母亲生前留下的那本泛黄的家常菜谱郑重地摆放在餐馆柜台最显眼的位置，即便如今自己的厨艺早已远超当年母亲的水平，他依旧时常翻看，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最初那份朴素的初心来自何处。轻抚着菜谱，轻声自语：“妈，您当年教我的那份道理，我一直没有忘记，如今总算是让更多人尝到了这份用心的味道。”泛黄的菜谱静静地躺在柜台一角，无声诉说着这段始于母亲的朴素厨艺中于一座城市共同记忆的温暖往事，也时刻提醒着苏小，不管将来走多远，都别忘了最初那份让人吃饱吃好的朴素心愿。站在如今这间充满烟火气的小餐馆里，苏小时常会想起当初那个几乎被恶意嘲讽压垮的自己，他从未曾想过当初那份近乎固执的坚持，竟能像涟漪一样一圈圈扩散开来，不仅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更间接帮助了23个家庭，还有无数像他一样曾经默默无闻的普通商贩。望着满座的食客，轻声自语：“当初我只是想让工人兄弟们吃饱吃好，谁能想到这份朴素的心愿，最后竟然能走得这么远。这份始于一顿饭，却最终改变了一整座城市餐饮生态的朴素坚持，如今已经彻底化作了苏小人生里最厚重也最值得骄傲的答卷。如今苏小那间小餐馆里忙碌的员工大多都是当年一路支持他走过来的老顾客，他们不只是同事，更像是一起并肩走过风雨的家人。店里始终洋溢着一股格外温暖、格外踏实的氛围。笑着，苏老板能在这家店里干活，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一份工作，大伙都跟家人一样。笑着回应：“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这份情谊比什么都珍贵。”每到打烊前的最后时刻，苏小总会习惯性地回头望一眼店外那条依旧排得长长的队伍，想起当年那辆门可罗雀的破旧餐车，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格外踏实、格外知足的暖意。望着长队，轻声自语：“不管走多远，只要还有人愿意排队等着吃我做的这一口饭，这份坚持就值得。”夜色渐深，店里的灯光依旧温暖明亮，照亮着这条街，也照亮着苏小这段始于寒酸终于荣耀的漫长旅程。又过了许多年，这片街区早已因为当年那场以真心料理揭穿资本黑幕的往事而彻底焕发出了崭新的生机，大大小小的诚信小店鳞次栉比，街坊们脸上始终洋溢着安稳踏实的笑容。那段始于嘲讽终于新生的传奇故事，也将随着这片街区的烟火一起静静流传下去，长长久久。又一个
平静的傍晚，苏小站在自己那间充满烟火气的小餐馆里，望着窗外渐渐亮起的万家灯火。曾经那场几乎把他击垮的恶意嘲讽，还有那段以真心揭穿黑幕往事，如今都已经彻底化作了他人生里一段格外厚重却也格外珍贵的记忆。望着灶台的火光，郑重地对着镜头，声音格外温暖而坚定。这段经历让我真正明白，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只要你还愿意用心做好自己的事，总有一天会被看见。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故事，别忘了点个订阅，下一部更精彩的原创故事，咱们很快再见。灶台的火光温暖依旧，一段始于嘲讽，终于新生的传奇故事，也随着这道烟火一起静静流传下去，长长久久，永不熄灭。